程远，你可得想明白了，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程远，你急什么？咱们村40多户人家，要是拧成一股绳，每户起码能多要170、80万。就是啊，远哥，你这一签字，不是拆咱们的台吗？大家伙儿，我家的情况你们也清楚，父母需要吃药，老宅子去年暴雨还差点塌了半面墙，能拿720万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程远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知道现在城里的房价多少钱1平米吗？你知道咱们这地块有多金贵吗？720万就想打发我们，你这是在贱卖祖产，是对不起你爹你娘，对不起林家的列祖列宗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绝不后悔。他真签了，这孩子太年轻了，肯定是被开发商忽悠了。720万就卖了祖宅，程家真是出了个败家子儿。第一个签字的，这不是给开发商递刀子吗？以后咱们还怎么跟他们抬价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程远同志已经完成了签约，这是他的个人选择，我们尊重，都散了吧。什么？原定拆迁区域改了？程先生，您别激动，只是内部的一点规划调整传闻。您的协议已经生效，首笔款项240万，下午就会打入您的账户，后续按流程推进。传闻，就算是传闻，也足够让人心惊胆跳。真开始收拾了，这么着急赶着给开发商腾地方？远子，你今天这事儿办得太恶心人了。你知道赵大金他们现在在村口怎么骂你吗？他们说你是开发商的托，早就跟人家串通好了拿回扣。三姑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程远是什么人，你们不清楚？行了，远子，赵大金他们已经联合了10几户，目标是每户至少950万，少一分都不搬。你现在带头签了720万，等于把大家的后路给断了。以后在村里你好自为之吧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父母的病痛不重要，我租房的窘迫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是我破坏了他们抱团暴富的美梦。哟，咱们村的大功臣来了，远子，240万现金拿到了吧？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不请咱们吃顿饭？人家那是留着城里娶媳妇儿的，哪舍得给咱们这些穷乡亲花呀？急着拿钱，以后有他哭的时候。远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开发商刚才派人贴了告示。什么告示？针对还没签字的，只要4天内签字，每户额外给60万提前签约奖励，就4天。王猛带来的消息像是一颗深水炸弹，瞬间把村里炸得人仰马翻。整整1天，我都能听到前街后巷传来的争吵声。那所谓的死扛联盟出现了裂痕，有人想要那白给的60万，有人却坚信这是开发商的底气不足，只要继续扛，950万绝对能拿到手。但这一切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娘，爹，咱们走吧，去城里过好日子。我们在市区租了个短期的房子过渡，同时开始马不停蹄的看房。喂，我是拆迁办的张主任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通知你，剩下的480万尾款最迟下周5打到你的账上。你的手续办得很利索，没拖泥带水。远子，怎么了？拆迁办的说尾款下直到。爹，我觉得咱们尽早签字可能走对了。市里未来的重点大概率是保护生态，而不是盲目开发房地产。
远子，村里出大事了。婶子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。昨天村头来了好几辆车，下来一群穿制服的，拿着仪器在污水河那边测来测去，还取了水样。听他们私下里议论，说什么生态保护区不让开发了。你人在市里，消息灵通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张婶儿，我也不清楚，但如果真有变动，您还是赶紧劝叔把字签了吧，拿到手里的钱才是真的。唉，我那死脑筋的当家，非要跟着赵大金他们扛，现在60万奖励也错过了，愁死我了。爸，张婶刚来电话说村东头来了穿制服的，在测污水河的水，还说到了生态保护区。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。园子，你报纸上看到的，再加上张婶说的穿制服的人来测水，这就意味着那片区域大概率要被规划成生态保护区，不能进行任何商业开发了。不能商业开发，开发商的项目就会黄。那赵大金他们守着的那些地和老房子，就错失了这次唯一的改造机会。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，肯定是他们的专业团队也预判到了政策变动的风险，才急着给咱们下最后通牒，想看看能不能赶在规划变动前抢攻其止损。你第一个签字，赶上了最后的政策窗口期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，这就是一场考验认知和眼光的信息战。赵大金他们还在做着950万的春秋大梦，却不知道脚下的地马上就要变天了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用最快的速度全款320万买下了一套3室2厅的新房，南北通透，离医院近，父母脸上的愁容终于彻底散去了。你是不知道村里现在闹成什么样了。60万的奖励期一过，联盟散了几户，但赵大金和李铁柱他们8户死硬派，现在天天堵在村口骂你。骂我什么？他们说你偷偷拿了780万，藏了60万的回扣，而且赵大金他们昨天直接放话，没有1000万，开发商别想动他们一根砖头。1000万？可不是嘛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现在开发商那边的人已经好几天没去村里了，他们还以为开发商是怕了，正在暗地里筹钱呢。我当然不能把生态保护区的事情告诉他，这种机密一旦走漏，责任我担不起。几天后，我的老同学韩鹏约我吃饭。韩鹏大学学的是城市规划，毕业后就考进了市规划局。园子，你们村拆迁的事儿，你现在彻底脱身了吧？早搬出来了，尾款都结清了。怎么了？你小子专业素养够硬，眼光真准。上周市里在官网上发布了城市生态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，你看了没？上面明确下了政策，要大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。你们村东头那条污水河，连同周边的区域，已经在拟定划入重点生态湿地保护区的名单里。开发商的市场团队早就算到了，人家的风险评估团队比谁都精，人家发现公开的规划导向变了，预期收益大减，甚至可能无法开发，所以才突击止损。你带头签字，等于顺利下车了。现在公开征求意见马上结束，规划图再走最后审批流程，最多还有2个月就会正式公示。赵大金、李铁柱那些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败家子叛徒的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是拿捏了开发商的聪明人，殊不知他们只是站在悬崖边上，还在蒙着眼睛狂舞的井底之蛙。对了，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？就在今天上午，赵大金代表那8户钉子户给开发商发了最后通牒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觉得开发商不理人是在玩心理战，直接把要价涨到了1200万。院子，你张婶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怎么了？赵大金他们又闹事了？可不是嘛，前天开发商的人最后一次去村里，想看看能不能谈拢，结果赵大金带着那几户直接把人家的车给围了。赵大金放话，少了1000万绝对不搬。1000万？他真敢张嘴？开发商的人当场脸就黑了。人家直接上车丢下一句：“那你们就自己留着住吧，我们不拆了。”你张婶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天天在家跟他当家的吵架，60万的奖励线飞了不说，现在连开发商的人影都见不着。张婶怎么不自己去签？被赵大金他们道德绑架了呗，说谁签谁就是咱们村的软骨头，是城远第2，把你当反面教材呢。园子，别管他们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上面虽然没点名，但你看这位置描述，还有这水域面积，这说的不就是咱们村东头那条污水河吗？市里连报纸都登了，说明规划已经彻底定死了，马上就要对外公布了。爹，我要不要给张婶打个电话透个底，让他无论如何今天赶紧去把字签了？你现在打这个电话是要害死自己吗？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打电话说什么？说规划马上要改了，你张婶会信吗？
他那死脑筋的当家会信吗？他们现在被赵大金洗了脑，满脑子都是1000万。就算他们信了，现在跑去签字，开发商还会要吗？人家就是知道要建保护区才停手的，他们只会觉得你在看笑话，甚至规划一公布还会反咬一口，说你早就知道内幕，故意不告诉他。父亲说的对，人性就是这样，自己贪心犯了错，总要找个替罪羊。有人在群里甩进了一个链接，标题是“我市生态市建设规划图正式公示”，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。绿了，村东头那片地，包括污水河和周边的老宅，全部被标成了刺眼的绿色。群里瞬间炸锅了，消息刷屏的速度快得看不清。园子，看群了吗？看规划图了吗？看了。湿地保护区全废了，赵大金他们那8户全在保护区的红线里面，一个都没跑掉。今天一大早，赵大金带着人去镇政府无理取闹，镇里的干部耐心给他们普法摆事实，拿出了白纸黑字、公开透明的规划文件，讲明了利害关系。赵大金他们自知理亏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张婶呢？哭晕在家里了，他当家的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1000万没拿到，现在的房子连卖都卖不掉了。周末的下午，我陪母亲去市里最大的超市采购。远子，晚上给你炖排骨汤。咱们现在这日子，以前在村里想都不敢想。妈，以后好日子长着呢，咱以后啊要越过越好。那是2个人，走在前面的男人背有点驼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身上的夹克沾着灰；走在后面的老头脚步蹒跚，眼神涣散，像丢了魂一样。是赵大金和李铁柱，他们怎么会在市区？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没什么，2个熟人。走吧，回家。远子，婶子实在没办法了，我那不争气的当家病倒了，家里快揭不开锅了。你能不能帮帮婶子，在城里给我家那小子找个活干，啥脏活累活都行。我要是帮了张婶的儿子，赵大金那帮人会不会顺杆爬？会不会说我心虚？怎么，遇到难事了？是帮还是不帮？爹，张婶求我帮他儿子在城里找个工作。张婶以前对咱们家不薄，一码归一码，赵大金是赵大金，张婶是张婶，能帮就搭把手，但要量力而行，别给自己惹一身骚。第2天，我利用午休时间联系了一个做装修工程的朋友，他那边刚好缺个学徒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包吃包住，最重要的是能学门真正的手艺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婶，隔天张婶的儿子就拎着个破折子袋来了市区。远哥，谢谢你。我妈说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这次就真垮了。我一定好好学手艺，好好干，踏实点儿，比什么都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几个月过去。通过张婶儿子的嘴，我也陆陆续续知道了村里那几个钉子户的下场。李铁柱受不了发财梦崩撇的打击，一病不起，天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，连抓药的钱都得靠亲戚接济。赵大金的老婆天天跟他打架，骂他是个废物，最后直接卷了几件衣服回了娘家，提出了离婚。赵大金每天就守着那栋毫无价值的老房子，借酒浇愁，谁去劝就骂谁，整个人都废了。年底除夕前一天，我开着新买的轿车，载着父母和满满一后备箱的年货回村里祭祖。原本那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河周围已经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，几台大型挖掘机正在清理河底的淤泥，河岸2侧已经种上了一排排整齐的树苗。真变样了啊！以往那些对我冷嘲热讽、躲着走的人，此刻全都换上了一副笑容，甚至有些讨好。程远回来了，这车真气派，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直到年后的一天，我接到了小区物业的紧急电话。程先生，您快回来一趟吧！
有几个人在小区门口拉横幅闹事，非说您骗了他们的钱，点名地姓要找您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立刻跟公司请了假，开车狂飙回祥瑞家园。黑心成员勾结开发商，坑害全村，要看我！赵大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自己贪心不足，错过了拆迁，现在跑到我家门口来撒野！你少放屁！要不是你带头签字，开发商能那么嚣张？你敢说你没拿那额外的60万回扣？你踩着咱们全村人的骨血在城里买新房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就是你害得我们一无所有，你必须赔钱！喂，110吗？祥瑞家园小区门口有人寻衅滋事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，麻烦你们出警。报警就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正好抓你这个诈骗犯。同志，您看清楚，白纸黑字，720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这是正常的商业拆迁合同。人家是合法合规的拆迁款，你们这种行为属于寻衅滋事，立刻解散。再敢闹事儿，全部带回所里拘留。看着他们灰溜溜逃走的背影，我以为他们终于认命了，可我低估了人性中嫉妒的破坏力。就在我公司准备接手一个大项目时，一封匿名举报信直接寄到了市纪委的办公桌上。市区的风波平息后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竞标中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连续熬了3个通宵。各位领导，考虑到该地块的地质条件，传统的承重结构存在神降风险，我的方案是采用最新的协同变形系统，通过柔性连接和刚性支撑的结合，不仅能提升建筑的抗震等级，还能最大限度降低后期的维护成本。程远，你的专业能力确实不错，但我们公司竞争项目总监人品也是硬性指标的。合规部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还附带了照片证据。周浩，你搞什么名堂？程远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在老家拆迁中利用职务之便充当开发商的内鬼，私吞了60万的巨额回扣。一个为了钱连同村乡亲都能坑的人，公司敢把几千万的项目交给你？周浩，你想拿几张破照片定我的罪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他以为抓住了我的软肋，却不知道这是踩进了我早就准备好的铁板。照片拍得不错，光线抓得挺好。雇人去我小区蹲点，没少花心思吧？你少转移话题，解释解释这回扣是怎么回事？各位领导请看，这是我唯一的一张银行卡，日期是去年的5月12日，打款方是市城建开发集团，金额720万整，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房屋拆迁补偿款，协议上约定的金额就是720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请问周主管，那所谓的60万回扣在哪儿？是被你吃了，还是你自己在梦里编出来的？那为什么你们村的人会去小区堵你？肯定是你做了亏心事，因为他们贪得无厌，他们想要1000万，他们错过了签约的期限，看到我按规矩拿到了钱就犯了红眼病。难道就因为一群暴徒去警局门口闹事，就成了罪犯吗？老板，这就是一出因为嫉妒引发的闹剧，而且当天警察已经出奖，定性为寻衅滋事，随时可以去派出所调卷宗。另外，比起关心我村里的八卦，周主管还是多操心一下你的图纸。你的方案里，承重柱的间距超标了15厘米，如果不采用刚才说的协同变形系统，这栋楼盖到一半就会裂。就在我大获全胜的当晚，一个来自老家的急电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周浩，从明天起你停职反省，配合合规部调查恶意举报的事，这个项目由程远全权负责。老板掷地有声的决定，给这场办公室闹剧画上了句号。我名正言顺地接过了项目总监的职位。为了庆祝，周末我特意买了一大桌子菜，和父母在宽敞明亮的新房里好好吃了一顿。远子，你现在能回村一趟吗？李铁柱他快不行了，医生说也就这几个小时的事儿了。他一直抓着我的手，说咽不下这口气，非要见你一面。李铁柱，
那个曾经在小卖部里阴阳怪气嘲讽我，又跟着赵大金去我小区拉横幅的老头要死了。爹娘，你们先吃。李铁柱快不行了，想见我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去吧，不管以前有什么恩怨，人都要走了，送一程是本分。我连夜驱车赶回老家，在那片热火朝天的工地旁边，李铁柱那栋破旧的发房显得格格不入，就像一座孤坟。屋里一股浓重的药味和常年不见阳光的霉味扑面而来。李铁柱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，眼窝深陷。园子，我错了。我不该听赵大金的瞎忽悠，不该去你家闹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跟你一样，赶紧把字儿签了。李铁柱死了，带着无尽的悔恨和不甘，死在了一文不值的老宅里。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只有深深的悲哀。如果他当初不贪心，拿着那几百万，现在应该在城里的医院里接受最好的治疗，而不是死在这里。张婶儿，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他了，这钱你拿着，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。我公司里还有急事，得连夜赶回去。张婶红着眼眶推辞，我硬塞进她口袋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老板程总吗？怎么，看一眼就想走啊？人已经走了，麻烦让让。让？那不行，我表叔生前可是被你当年带头签字气病的，现在人走了，他在医院欠了那么多医药费，你这个当大老板的不得赔个10万8万的补偿款意思意思？不然今天别想走。李铁柱活着的时候，这些所谓的亲戚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现在人刚走，他们就跑来道德绑大要钱了。李强，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李铁柱的病是自己拖的，他错失拆迁款是赵大金忽悠的。我今天能站在这里送他最后一场，是念在同村的情分。你们刚才要10万安葬费的话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敲诈勒索10万元，金额巨大，3年起步。现在给我滚开，或者我马上按110，咱们去局子里聊聊你的尽孝方式。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！野风很冷，吹得我头脑异常清醒。对待贪得无厌的人，退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，只有比他们更硬，才能断了他们的念想。我坐进驾驶室，刚准备发动汽车，突然一个黑影从路边的草垛里窜了出来，是赵大金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、叫嚣着要1000万的钉子户联盟带头大哥。院子，求求你给我条活路吧！赵大金，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没花样了，真没花样了！我老婆卷着家里最后一点钱跑了，跟我离了婚，在工地上搬砖还被包工头扣工钱，我快饿死了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我不该那么贪心，不该骂你。看着他这副尊貌，我心里那股盘旋了许久的恶气突然就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。人啊，为什么非要等到山穷水尽才肯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？园子，只要你能在城里给我找个活儿干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扫厕所倒垃圾都行，我只要一口饭吃。他的眼睛里没有了算计，只剩下最原始的求生欲。你先起来，我只能帮你问问，成不成，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我拨通了一个做物流的朋友的电话，但我心里并没有底，他这个年纪还有人敢要吗？昨晚我联系了开物流公司的朋友刘总，起初刘总一听是个50多岁的老头，死活不愿意要，怕干重时出安全事故。我费了好大一番口实，甚至承诺以后公司的货运业务优先考虑他，他才勉强松口。我这刚好缺个仓库管理员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3500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这是物流仓，平时装车卸货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你也得跟着搬，干不了趁早走人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我有一把子力气，肯定好好干。把入职表填了。赵大金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你在这干活就得守人家的规矩。要是再犯你在村里那套贪心不足、偷奸耍滑的毛病，不用刘总开你，我亲自来把你赶出去。院子，你放心，我算是活明白了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干，再也不惹事儿了。
1个月后，我准备去物流园跟刘总谈业务。路过3号仓的时候，里面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叫骂声。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箱易碎铺要是磕破个角，卖了你都赔不起。手脚这么慢，干不了滚蛋！对不住，领导，我这就搬过去，保证轻拿轻放，绝不耽误事儿。回到刘总办公室，我随口问起了赵大金。赵大金在这干的怎么样？程总，你推荐的这个人还真不错，干活卖力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从来不偷懒。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，他都抢着干。我都准备下个月给他涨工资了。看来他是真的脱胎换骨了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5年过去了。这5年里，我在公司的职位稳步上升，成为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高级结构工程师兼项目总监。各位，市里刚发布了今年最大的文旅招投标项目——青南生态湿地公园2期游客服务中心的设计。青南生态湿地公园，那不就是我们老家的村东头吗？程远，你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人，最了解当地情况。这个上千万的设计竞标，由你带队，务必拿下。接下任务后，我的团队立刻进入了战败状态。曾经臭巡天的污水河，经过5年的整治，如今已经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湿地，周边芦苇荡漾，风景秀丽。程总，难点在这里。这片区域地下是淤泥质土层，承载力极低。如果要建大型游客中心，传统的大体积混凝土搭板基础肯定不行，沉降风险太高。我的脑海中飞速运转着各种建筑结构体系，突然，一个大胆的方案浮现出来：放弃传统的混凝土结构，采用装配式模块化轻钢护架结构。这种结构自重极轻，不仅能大幅度降低对软土地基的压力，而且所有的固件都在工厂预制好，运到现场直接像搭积木一样拼装，这样能做到施工现场零泥胶零排放，最大限度保护湿地的脆弱生态。基础部分，我们采用微型深层摩擦钢管桩，直接打穿淤泥层，吃进下面的硬土层。这个方案太绝了，既解决了地质问题，又完美契合了生态保护的主题。马上出3维模型和受力分析报告，明早8点，全组带上测量仪器，跟我回村实地勘测。第2天，2辆商务车载着我的团队驶向了那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各位领导辛苦了，喝口水吧。远子，程总是赵大金。5年的时间，他靠着在物流公司拼命攒下的钱，回到了已经大变样的村里，在景区入口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特产小超市。曾经那个自私贪婪的村汉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和气成才的生意人。大金叔，生意不错啊！托你的福，托你的福啊！要不是你当年给我那条活路，我哪有今天？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旅游饭，大家都念你的好呢。程总，有问题！这里的淤泥层厚度比市规划局公开的数据还要深3米，而且地下水分布极度不均。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这里的地下结构因为早年污水河的长期侵蚀，形成了一个隐蔽的地下空洞区。如果按照常规的微型钢管桩打下去，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摩擦阻力。整个建筑一旦封顶，必定会发生严重的不均匀倾斜。马上停止现有的承重力学演算。快让他们停下！要塌方了！快停下！下面是空洞区，履带机不能硬上。程远，你跑这儿来发什么疯？咱们各测各的地，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你这是在草菅人命！地下10米全是溶洞式淤泥，重型扳机这几百吨的压制砸下去，底盘会直接穿透的。胡说八道！规划局给的地质报告上明明写着硬土层在8米，别听他的，给我往下打！塌方了，快退！好你个程远，你是故意带人来大吼大叫，吓得我们操作员失误的，对吧？你得赔我们设备。我吓你操作员？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上重型机械的？生态红线区你们也敢乱来？这要出了人命，谁负责？李主任，
这事儿真不能全怪我们，我们正按规矩取样呢，是程远带人突然冲过来寻衅滋事，操作员一紧张，操作失误才导致地陷的。你放屁！李主任，这是我们刚才用探地雷达扫出来的实时数据，地下8到12米，因为早年污水暗流的侵蚀，存在大面积的空洞区。市规划局的数据是3年前的，地形早就变了。你不做前期深勘，王木只会重型机械进场。今天就算我不喊，这台机器也必定会陷进去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们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评。宏远建工的勘测资格即刻取消，你们立刻想办法把机器弄出来，恢复地貌，然后等停表处罚通知吧。陈总，你数据做得准是好事儿，但这么大的地下空洞，如果不能打深桩，你们的游客中心还怎么建？这地基问题要是解决不了，这项目谁也拿不走啊！李主任的话戳中了要害，地下有空洞，承载力极差，不管多轻的钢结构，只要上面上了规模，地基就会发生不均匀沉降，最后导致墙体开裂甚至坍塌。程总，要不我们建议甲方把游客中心挪个位置？不行，那个位置是交通枢纽，甲方点名必须建在那儿。当年老宅建在泥泞的河堤旁，经历了那么多场暴雨都没有塌，靠的不是打得有多深，而是整体受力。不要往下打深桩了，我们横向做文章。我们采用建筑学里的协同变形系统。协同变形？对，我们在软土层上方做一层高强度的柔性法板基础。这种基础不追求绝对的刚硬，而是允许建筑随着地基发生微小的整体的沉降。上部的轻钢横架与法板形成一个协同受力的整体，就像水面上漂浮的竹筏，水面怎么动，法板就怎么动，但竹筏本身绝对不会散架。用结构工程的专业知识对恶劣地进行降维打击。程总，这方案拿出去，绝对秒杀全场。方案是好方案，但这种法板基础对现场施工的工艺要求极高。如果从市区调专业施工队，预算会超车30%。我们去哪儿找一支既懂当地泥石原文，又能精准控制工艺，还得便宜的施工队？去哪儿找施工队？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人影，张婶的儿子张强。这几年，张强从一个装修小徒一路摸爬滚打，现在已经拉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本渡建筑工程队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队里的人全是我们老家十里八乡的乡亲，对那片水土闭着眼睛都摸得清。我立刻驱车赶回村里。远哥，今天怎么有空回来？游客中心建在淤泥地上，地下有空洞，我们打算做柔性法板基础，采用装配式模块化轻钢横架结构。这工艺要求严，精度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。最关键的是，预算卡得很死。强子，敢不敢接？远哥，别人嫌预算低不干，我干。这不仅是赚钱，这是给咱们自己村造门面。这块地的脾气，没人比我们更熟。我保证把这竹筏给你铺得平平整整。远子，强子接工程，物流运输包在我身上，我按成本价给你运建材，绝不让你超预算。看着他们充满干劲的脸，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乡村振兴靠的不仅仅是外来的投资，更是这群扎根故土、渴望改变的乡亲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1周后，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。我正准备拿着 U 盘走进会场，孙健突然从走廊拐角走出来。程远，听说你想在淤泥上建房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异想天开的纸上谈兵今天怎么收场。纸上谈兵，那是你见识短。会场内坐满了市文旅局的领导和工程界的泰斗级专家。各位领导、专家，下午好。关于青南生态湿地光园的游客中心，我们的核心理念是8个字：科技成能，顺应自然。面对地下大面积空洞的极端软土层，传统深桩有如盲人摸象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采用柔性法板与上层装配式轻钢网架结合，允许地基出现最大15毫米的均匀沉降，通过结构的协同变形来消化印记。程总，理论很丰满，但这种精密结构，你拿什么保证施工质量？造价肯定也是个天文数字吧？我们的造价比传统方案低了整整20%，因为我们启用了最熟悉本地水土的本土施工队。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利用现代工程知识对传统建造模式的一次降维打击，是真正惠及村民的乡村振兴标杆。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张强报喜。
园子，大喜事儿啊！你快回来一趟，镇里刚批下来一个大项目，几百年的古建筑修缮工程，点名想听听你这个大专家的意见。挂了赵长生的电话，我立刻调转车头，顺着新修的柏油路开回了村里。这里有一座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，也是我们村的地标。岁月侵蚀，戏台的飞檐已经严重下塌，几根2人合抱粗的红木珠子布满了裂纹，仿佛一阵大风就能。远子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位是王颖，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，他带团队来拍咱们村的乡村振兴纪录片。这古戏台的修缮就是重头戏。程总，久仰大名，我们这档纪录片主打的就是绝对真实。听说您是结构工程的专家，我们想全程记录您是怎么让这座古建筑起死回生的。叔，镇里批了多少预算？不到200万。镇里请了几个老木匠来看过，都说大梁朽烂的太厉害，必须把整个屋顶拆了，换根新钢梁再重新盖。但这可是文物啊，全拆了就不值钱了。空气里弥漫着木材腐倒的霉味，木头表面一碰就掉渣，内部的纤维已经彻底老化断裂。少叔，老木匠说的对，这根梁的承展力已经归零了。如果不拆，下个月的梅雨期一到，整个戏台100%会坍。那怎么办？真拆了重建，那就成个假古董了。程总，从结构学和文物保护的角度，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？用碳纤维布进行无损加固，配合高分子树脂灌注，在不破坏原有木结构外观的前提下，让它重新获得成功。他是我公司的同事，2组的副主管郑伟。哟，程总，方案想挺快啊！老板怕你一个人兼顾不过来，特意派我来给你当副手，专管这个修缮项目的物料和落地。郑伟这人满脑子都是利益最大化，做事毫无底线。公司里关于他吃回扣的传言就没断过。搞什么碳纤维和树干柱？那材料多贵？听我的，直接用钢架在里面打个框架，外面用薄木板一包，刷上红漆，谁能看出来？造价连你方案的1/3都不到，省下的钱都是利润。不行，这是历史文物的写实修缮，不能去做。用薄木板包钢架那叫欺诈。程远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现在讲究的是效率和利润，你那么死心眼干什么？程远。公司批的是我的预算方案，你如果不按刚刚包木板的办法来，这个项目的资金明天就会被全面冻结。冻结资金？政委，我才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，你那套弄虚作假的方案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签。你要是有意见，咱们现在就给老板打电话。郑主管，我们的纪录片是要上集卫视的，如果修缮过程存在造假行为，我会毫不留情的在成片里曝光。到时候贵公司的声誉损失恐怕不是省下那点材料费能弥补的。行，程远，你有种，预算我给你批，我看你怎么用那点钱把这烂木头撑起来。赶走了政委，我并没有觉得轻松。碳纤维加固加上树脂灌注，对施工工艺的要求极高，而且必须配合最传统的木工榫卯技术，才能将新旧材料完美结合。赵叔，咱们这10里8巷还有没有懂古法榫卯的老手艺人？有，耿建安，老耿干了20年的泥瓦匠和老木工，手艺绝对没得挑。不过他脾气怪，早就不接活了，天天在家里雕木头。带我去见他。到了耿建安的院子，满院子都是木屑的清香。我上前递过古戏台的结构图纸，把结合现代碳纤维、传统榫卯的构想说了一遍。程总，你这方案行不通。就算你碳纤维绑得再结实，主梁两端的榫头已经彻底朽烂了，没有受力点，你这是在半空中建房子，一上瓦片必塌无疑。那耿师傅，您的意思是得用暗榫替坏法，在朽烂的部位掏空，用高密度的老榆木做成暗榫嵌入，再配合你的树脂灌注锁定，外面用碳纤维一包，神仙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受力比原来还强。太妙了，耿师傅，这活非您莫属了。价钱您开。行，我接，但材料必须我亲自把关，不能糊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工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。政委虽然被我压了一头，但在物料采购上依然是他。郑总，材料全到了，你检查检查，签字吧。触感不对，太滑了，而且编织的纹理显得有些熏熟。政委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！我要求的是 T700级别的建筑结构碳纤维，你买的这是什么？这是做汽车内饰的工业级劣质布，这东西一旦受拉力就会断，
你是想谋杀吗？你少血口喷人，这都是按国标采购的，能差多少？成本足足省了一半。你以为老板不看报表吗？别拿老板压我，这是百年古剑，承载的是历史和人命，不是给你用来赚黑心钱的工具。我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老板的电话，当场将政委以次充好危害工程安全的行为汇报了上去。不到10分钟，老板的回复就来了。老板回复：政委，立刻停职接受公司核追部调查，所有物料由我重新亲自采购，内部的隐患彻底扫除。2天后，合格的材料入场。耿建安带领着施工队开始了精密的作业，先是用千斤顶将下沉的屋顶缓缓撑起，卸掉柱梁的压力。耿建安展现了他出神入化的手艺，精准地剔除了朽木，将新做的榆木暗榫严丝合缝地敲了进去。我配合着注入高分子树脂，最后用最高级别的碳纤维布紧紧环绕加固，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刻完美交融。1周后，千斤顶撤下，柱梁稳如泰山，整个戏台的飞檐重新展现出300年前的傲然姿态。程总，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了。园子，你快上来看看，这柱梁的夹缝里有个暗格，里面好像藏着东西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顺着脚手架爬了上去。我接过油纸包，轻轻拍去灰尘，解开外面绑着的麻绳。纸张已经非常脆弱，边缘有些卷曲。重修细园营造录，耿师傅，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修缮账本和原始施工图。宝贝啊，这可是真宝贝！程总，你看，这上面详了榫卯结构的内部穿插方式，这可是当地失传了上百年的燕尾暗扣手艺。这本册子的发现意义非凡。它不仅直接证明了这座古戏台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，更为我们的修缮工作提供了最权威的结构依据。这属于重大文物发现。赵叔，马上联系市文物局的专家。大家欢呼雀跃，纪录片的素材瞬间拔高了一个层次。慢着，这东西不能带走。政委，你已经被公司停职调查了，又跑来发什么疯？这位是咱们高策法务部的李律师。程远，这古戏台是公司承接的项目，工人在施工期间挖出来的东西，理应属于公司的资产。我要把它带回总部，放入企业文化展厅。你想清楚了，这种刑事责任，你一个法务担得起？程总说的对，这绝对是国家财产，必须上交文物局，我们公司绝不掺和。文物局的专家对我的专业素养和觉悟赞不绝口。1个月后，王请制作的纪录片《重柴百年古剑》在省级卫视黄金档播出。一夜之间，我们村彻底爆火，但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棘手挑战。纪录片播出后，乡村振兴加传统技艺加现代科技的硬核标签瞬间引爆了网络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修缮，更是一次利用现代结构力学对传统工艺的致敬与降维保护。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，我们村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，大量游客涌入村里。赵大金的特产超市每天都被抢购一空。张强的施工队也接到了无数周边酸镇的古建改造订单，整个村子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赵长生每天在村委会笑得合不拢嘴，但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远子，出大难题了，游客太多，村里的接待能力已经严重透支。镇里紧急批了一块地，想让咱们建个大型的乡村文化体验中心。可是什么？那块地是村后头的废弃采石坑，那里地形太恶劣，是个10几米深的大坑。镇里的意思是，如果要把坑填平再建房子，光是土方回填的预算就把整个项目的钱掏空了。我心下一沉，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我立刻开着车带团队去现场勘测。我站在采石坑边缘，看着陡峭且参差不齐的岩壁，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构想。但我没想到，我这个结构方案一拿出来，不仅甲方吓了一跳，连胆大包天的张强都直摇头。程总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不填坑，我们依山就势，做悬浮式建筑，利用采石坑原有的坚硬岩壁作为支撑点，打入高强度锚杆，用重型钢结构在半空中织网，整个文化中心就像镶嵌在石壁上的首饰盒。这就叫地质协同受力结构，不仅省去了填坑的巨额费用，还能完美保留采石坑的工业遗迹风貌。这设计太炸裂了！对传统填海造陆式的思维进行降维打击。我的方案不仅解决了预算问题，更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地标性结构。方案顺利通过审批，项目迅速破土动工。张强的施工队严格按照我的图纸，在崖壁上进行锚管作业和钢架焊接。巨大的钢结构在半空中一点点成型，蔚为壮观。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6月中旬，本该是正常的初夏，气象台却突然发布了100年一遇的红色暴雨预警。大雨倾盆而下，采石坑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汇水区，虽然我们提前做了排水系统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上游水库遭遇了远超承载能力的极端强降雨。为了确保大坝绝对安全，紧急开闸泄洪，浑浊的洪流直奔采石坑的崖壁而来。刚打好锚顶的崖壁，一旦土壤被过度软化，极易引发山体滑坡。不仅刚搭建的钢结构保不住，下面的人也有危险。此时绝不能硬抗自然的力量。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坑底，上到安全地带。强子，带人把之前备用的生态石龙网带全部搬过来，在崖壁上方呈8字形堆叠，不要死堵，要疏导，利用石龙网消减水流的动能，把洪水导向旁边的废弃干渠。顶着狂风暴雨，施工队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，没有人退缩，沙袋和石龙网被迅速垒起。经过3个小时的生死奋战，洪流终于被成功引流。第2天清晨，雨过天晴。我看着经过暴雨洗礼依然纹丝不动的锚杆和钢结构基础，我知道这次抗洪保卫战彻底证明了我们结构的稳固。就在悬崖化中心顺利封顶的那天，公司大老板亲自来到了施工现场。程远，悬崖文化中心干得非常漂亮，公司决定正式提拔你为工程部副总监。谢谢老板，但我还是更想留在基层搞技术实操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今天直接给你带来了一个新项目，绝对合你的胃口。市里要在西山煤矿塌陷区搞一个高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园，主打乡村振兴加科技致富，但那里的地质条件太差了，地面一直在发生缓慢的不均衡沉降，市面上的温室大棚盖上去用不了多久就得被地形拉扯塌陷。在沉降区搞大型农业基建，这可是结构工程界的世界级难题啊！对，拿下它，你就是业内的顶尖专家了。不过这次总部特意派了海归工程师林飞来协助你，他理论功底很强，但做事比较激进，你得盯紧点。第2天，我们来到了西山塌陷区。程总，久仰大名，我看过现场地质了，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只要加大混凝土基础的厚度，采用全刚性框架，完全能克服地表沉降的拉力。林工，用刚性去对抗地质沉降，那是外行的做法，自然的力量你抗不过，越硬的结构在沉降中越容易发生断裂。那你的高见是？摒弃刚性基础，我们要在这里做一套柔性模块化锁网结构，让5万平米的大棚跟着地一起动。程总，大棚跟着地一起动，你以为我们是在搭露营帐篷呢？咱们要建的是占地5万平瓦的智能温控大棚，顶部还要承载各种重型滴灌和温控设备，不用刚性框架，底盘稍微有一点沉降，高强度柔性透光膜全得被挤碎脱落。用刚性框架，造价先不说，一旦发生不均匀沉降，应力无法释放，整个主体结构会在瞬间被撕裂，到时候上千万的损失，谁来担？只要基础打得足够深，怎么会撕裂？这是煤矿塌陷区，地下全是被掏空的采空区，你怎么打底？盲目迷信刚性结构是工程实操的大忌。林工，程总在悬崖上建房子都成功了，您就听他的吧，我们有经验。悬崖是悬崖，塌陷区是塌陷区，这项目总部可是盯着的。如果出了岔子，你程远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坚持我的刚性方案，我会直接向大老板做专项汇报。远哥，这城里来的高材生心气儿也太高了，根本不懂底下的泥巴脾气。咱们现在听谁的？听科学的。强子，你马上去安排场地和材料，咱们做个索比例的物理破坏实验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3天后，公司实验场地，2套1:10的温室大棚模型搭建完毕，并排摆放。左边是林飞的刚性混凝土框架模型，右边是我的柔性锁网结构模型。左边是林飞设计的传统刚性混凝土框架，右边是我设计的柔性模块化锁网结构。开始模拟地表不均匀置位。老板，您看我的刚性结构稳如泰山，程总那个软绵绵的锁网系统受力不均，肯定马上就会发生严重变形，甚至垮塌。沉降幅度逐渐增大，2个模型都新出现不同程度的形变，
沉胀幅度达到了模拟的极限临界值。锁网将撕扯的拉力完美的分散到了每一个柔性节点上，主体结构完好无损，甚至连一块模拟玻璃的边角都没有破裂。老板，方案彻底敲定，施工队立刻进场。但这片塌陷区真正的实地挑战才刚刚拉开帷幕。柔性模块化大棚的施工图纸正式下发，这里的实地地质条件比勘测时还要恶劣。刚下过一场雨，大型履带机械一开进去就会陷车，施工难度极大。渊哥，这泥巴太软了，咱们那套锁网的地锚根本找不到着力点，怎么固定？强子，上螺旋微孔桩技术，不要进行大面积的开挖作业，直接像拧螺丝一样，把高强度钢桩旋进地底深处。好办法，这样连大型挖掘机都省了，直接用小型旋钻机就能干。我们在不破坏脆弱地质的前提下，成功将5万平米的柔性大棚骨架全部搭建完毕。程总，你们这是用专业知识对农业基建进行了降维打击啊！有了这个结构稳定的大棚，我们要在这里种上最高经济价值的红金水稻，把这片沉降废地变成乡村振兴的聚宝盆。红金水稻，对，这是一种新型高科技作物，产量极高，营养价值大。只有你这套智能恒温、结构永远不裂的柔性大棚，才能种得活。几个月后，大棚顺利交付。红金水稻的秧苗被种进了这片曾经的废地，水稻长势喜人，丰收在望，周边村民都沉浸在即将靠科技致富的喜悦中。可就在收割的前3天，气象局突然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台风预警，一场危机直扑到。台风海参裹挟着狂风暴雨直扑我们市西山塌陷区，地势空旷无遮挡，5万平米的温室大棚首当其冲，狂风呼啸，像发怒的猛兽一样疯狂撕扯着大棚的高强度柔性透光膜。远哥，顺势风力超过12级了，外面的老树都连根打起了。咱们的柔性结构能抗住这么大的风压吗？强子，让所有抢险人员立刻撤出大棚区，相信我们的结构设计。如果是一般的刚性大棚，这种程度的扭曲摇晃早就发生脆性断裂，玻璃碎落一地了。但我采用的是协同变形系统，整个大棚的锁网就像一面巨大的弹簧床。大风整整刮了一夜，第2天清晨，风停雨息，我开车飞奔到现场。5万平米的大棚，虽然表面有些泥污，但主体结构完好无损。张强和市农业局的刘专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大棚里金灿灿的红金水稻，在狂风暴雨的洗礼外安然无恙，颗粒饱满。奇迹！这是工程结构和现代农艺结合的奇迹。程总，你保住了全村人致富的希望啊！红金水稻大丰收，产值惊人。西山塌陷区彻底变成了实打实的红矿墙。程远，准备好迎接你职业生涯的真正巅峰了吗？程远，跟我来一下。程远，看看这个。这是市里为了解决周边几个县镇留守儿童问题特批的重点民生工程，资金充裕，但要求极高。这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几千个家庭的希望。选址在2县交界的一处废弃梯田山坡上，不仅地势陡峭，而且交通极其不便。市里的死命令，为了赶在入冬前让孩子们入园，工期只有3个月，而且绝对不能破坏原有的梯田生态风貌。程远，敢接吗？没问题，我明天就带队去现场勘测。第2天一早，我带着小李和整套测量仪器，驱车4个小时赶到了那片梯田山坡。连绵的梯田错落有致，风景秀丽，但现场的土质勘测结果却让我眉头紧锁。程总，这土的颜色和粘度不对劲，这全都是最让人头疼的强膨胀土。这种土吸水膨胀，失水收缩，在这上面建房子，地基早晚被撕裂成碎片。没错，是强膨胀土。膨胀土在建筑界被称为隐形杀手。一到雨季，它吸水膨胀产生的巨大推力，能把钢筋混凝土的刚性地基生生顶断。到了旱季，水分蒸发，土层急剧收缩产生的裂缝，又会导致房屋地基悬空下陷。程总，这山坡的土质确实不行，我们本地以前的土办法，换成好土和碎石，再夯实打地基。不行，大换田工期要拖延半年以上。哼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不换土，这房子建起来也是个危房。采用隔离保湿法扁加柔微型桩系统，我们在原土层上铺设全封闭的防水隔离膜，锁住土壤水分，让它保持恒湿状态，抑制膨胀和收缩。然后打入微型柔性桩，上面铺设青丝的模块化建筑。别听城里专家的纸上谈兵，出了事谁负责？马上给我进场挖土，准备大换田。
谁敢拦着，我就锁谁的机器。住手！徐督导，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，你现在强行挖土，破坏了生态红线，你今天就得卷铺盖走人。我用事实跟你说话。箱子里分2层，底层是干燥的膨胀土块，上面压着一块代表刚性地筋的水泥块。不到5分钟，吸了水的膨胀土开始疯狂膨胀。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那块坚硬的水泥块被巨大的膨胀力生生顶出了一条裂缝。接着，我拿出另一套模型，同样是膨胀土，但我铺了一层薄薄的保鲜膜，模拟保湿隔离层，上面插了几根柔软的塑料管，模拟微型桩，再压上轻度的塑料积木，模拟装配式轻钢房屋，再次倒水，土壤微微隆起，但由于塑料管的柔性释放，加上底部水分被锁死，积木房屋稳如泰山。程总，我服了，这力学原理不服不行，全听你的。哼，排除干扰，阳光普惠托育中心正式开工，工程进度极快，不到1个月，地基系统完工，进入主体钢结构拼装阶段。可就在第一批主承重钢梁运到现场时，我只看了一眼焊缝，心脏猛地一沉。立刻叫停所有吊装作业。远哥，怎么了？这批货急着拼装呢，明天预制梁板就要进厂了。这批钢梁有问题，虽然表面打磨得很光滑，还喷了厚厚的防锈漆，但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这弧度和纹路不对。典型的内部未焊偷和严重夹渣，这种钢梁一旦承受2层建筑的动载可，随时会发生断裂。这是给孩子们建的托育中心，谁给他们胆子在这上面偷工减料？程总，大差不差就行了。工期这么紧，现在退货，你们入冬前肯定完不成任务。收起你这套，这车货全部拉走，3天内必须给我运一批碳进合格的国标钢材过来，否则咱们法庭见。3天，程总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这一带的建材总代，你得罪了我，这周围3个县，你1根合格的钢梁都买不到。哼，地头蛇，我专治地头蛇。大金叔，你在市里的物流全对吧？阳光普惠托育中心的项目遇到点麻烦，有人卡了我的钢材供应，你需要帮我从邻省的国营大钢厂直接专线调一批国标钢材过来。远子，你放心，你给留守儿童建学校，这是积德的大好事，我亲自带车队去拉，保证3天内给你送到工地。园子，材料全到了，全都有质检报告。材料到位，装派式拼装全速推进。张强带着工人们3班倒，模彩化拼装的效率震惊了县建委的所有人。2个月后，阳光普惠托育中心在梯田山坡上拔地而起，错落有致的金刚模寨化建筑完美融入了梯田的自然风光，不仅保温隔音，而且极度安全。开园那天，周边县镇的几百个留守儿童在家长的陪伴下，欢呼雀跃地跑进宽敞明亮的教室。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我站在操场边缘，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成就感。远子，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马上回市里。沿江大堤的地下坎道出现结构性位移，要出大乱子了。沿江大堤指挥部里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远子，你可算来了！昨晚江水猛涨，大堤底下的老谢棚文洞突然出现了5厘米的横向位移，江水一旦顺着裂缝形成管涌，整个大堤就全完了。不能盲目填沙袋，涵洞周围的土层已经被水流掏空，现在往上加压只会加速涵洞的断裂。那怎么办？潜水员下不去，水流太急了。用协同变形系统的水下升级板柔性承载盾，在工厂紧急预制一张巨大的柔性钢网盾，底端带有自滑式微型桩，利用水流的自身压力，将钢盾紧紧压在涵洞外侧。钢网的柔性可以适应已经位移的涵洞形状，同时将水压均匀分散到2侧的坚硬岩层上。专家们面面相觑，这个方案极其大胆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却是唯一能保住大堤的办法。理论可行，但去哪儿找能1天之内加工出这种钢网的厂家？去哪儿找敢在洪峰里下水固定钢盾的施工队？强子，停下手头所有活，把你那个懂水性的老乡工程队全拉过来，这是一场硬仗。12个小时后，巨大的柔性钢盾被运到了吊堤上，狂风夹杂着暴雨，江水像一头咆哮的野兽。吊车刚刚将钢盾下放到水面，
意外发生了。远哥，水底暗流太猛了，钢盾发生偏转，卡在涵洞口的碎石上了。如果钢盾不能精准贴合涵洞口，水压瞬间就会把防线撕碎，盲掉绝对不行，必须有人在下面引导就位。那是大堤建造时留下的一口枯井，距离底部的涵洞只有1墙之隔，能透过玻璃观察特窗看到水下的情况。程总，你不能下去，那竖井目前承受的江水测压力已经到了物理极限，随时会进水倒灌的。放开，没有时间了。竖井里漆黑一片，散发着浓重的霉味和水腥味，耳边全是江水撞击水泥墙皮的轰鸣声，震得人心发慌。终于，我下到了距离水面15米的井底，透过满是青苔的观察窗，我看到了水下惊心动魄的一幕：巨大的柔性钢盾被暗流卷得东倒西歪，其中一个自锁桩死死卡在了一块巨大的混凝土碎块上。强子，听我指挥，左移3度，下放2米，稳住。就在我全神贯注引导吊车调整角度时，竖井的墙壁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咔嚓声，一股冰冷的江水瞬间冲破了墙壁的裂缝，直接喷在了我的脸上。竖井渗水了，冰冷的江水瞬间没过了我的脚踝，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上涨。远哥，井下警报响了，快上来！别管我，1号纵鱼机向左放3厘米，2号锁死。就是现在，全速下放！协同变形系统开始发挥作用，涵洞周围的应力被完美释放，原本剧烈震动的墙体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。远哥，位移停止了，管涌被堵住了。大堤保住了，竖井里的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胸口，冰冷刺骨。我试图抓住爬梯往上走，但体力已经严重泡汁。院子，你可算醒了。爹娘，我没事，大地保住了吗？程远同志，你是咱们市的大功臣啊！程远，总部已经正式下发任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集团最年轻的工程总监。3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彻底康复。深秋的周末，我开着车带着父母回了一趟老家。车子驶入村口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一阵恍惚。曾经那条又臭又脏的污水河，如今变成了波光粼粼的生态湿地公园。村道两旁，一排排崭新的农家乐和民宿错落有致。我们把车停在广场上，赵大金的特产超市规模又扩大了1倍，里面挤满了来买土特产的城里游客。远子，叔叔阿姨，快拿着！这是咱们塌陷区种出来的红金水稻，今年大丰收啊！乡亲们全靠这个发了财。看着赵大金那张真诚的笑脸，我想起了5年前那个在车头前痛哭流涕的落魄汉子。科技和勤劳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张强现在出息了，在市里接了好几个大工程，这不非要接我去城里享福呢。整个村子因为乡村振兴和科技致富的红利，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没有了尔虞我诈，没有了那些不切实际的一夜暴富梦，大家脚踏实地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傍晚，我们回到了市区的新家。远子，跟我来书房一下。父亲从柜子最下层拿出了一个陈旧的红木盒子。远子，打开看看。这是咱们村老宅地基里的土，当年拆迁，赵大金他们为了贪钱，闹得家破人亡。你签了字，拿了该拿的钱，带我们来了城里。这几年，你建悬崖中心，搞塌陷区大棚，修江边大一个里。爹虽然不懂你们那些高科技，但爹知道一个里做人就跟着盖房子一样，地基必须得稳，心里的土不能松。贪心不足，楼建得再高也得塌。从5年前签下拆迁协议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。无论是面对政委的利益诱惑，还是面对工程上的生死考验，我始终坚持着底线，用科学对抗风险，用务实击碎贪婪。我把红木盒子重新盖好，小心翼翼地收进书柜里。走到阳台，俯瞰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，不远处就是我参与设计的地标建筑，在夜色中稳如泰山。远哥，下周有个新村改造的项目，全套结构图纸还得指望你把关呢。路还很长，
但我的脚步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实。